好，现在我们要出发去曼谷的中国签证中心。之前我们在槟城已经碰钉了2次啊，现在这个时候申请中国签证还是比以前困难的。当然，如果要飞的话，只是纯粹坐飞机飞过去的话，没有问题，你只要有来回机票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就是在挑战比较難嘅方式，因為我們是要坐火車對等刷的嘛。喂，早晨啊，大家好，又係我阿水啊。今日係我哋嚟到曼谷嘅第4日，晨早起身梗係要食翻個靚早餐啦，生熟蛋撈豬腳飯，再嘆翻杯個 B， 譬如早餐咁樣食，簡直正到飛起啊！สถานีไฟฉายไฟฉายโปรดใช้ความระมัดระวังขณะก้าวออกจากรถไฟฉาย station 跟住有個站叫做廢柴喎，我哋查過咗，廢柴係手電筒啊或者火把嘅意思。吃過了早飯，我們搬去另一間酒店，房間不錯，相當的寬敞，設備也都還很新，清潔工作也做得很不錯。今天是我們在曼谷的第3天我們剛換了新的酒店，叫做 Season Place。曼谷很多這種一半是公寓，一半是酒店的。我們之前住的那一間應該也是類似這樣子，上面有很多曬衣服的杆子，那些應該是長期住在這邊的吧。好，現在我們要出發去曼谷的中國簽證中心。我們就是坐火車對等刷的嘛，所以要用火車票。那麼就是火車票這一部分，從陸路進入這一部分，充滿了挑戰啊！來到曼谷的簽證中心申請，不知道難度會增加還是會減少？不可能會減少啦，只會增加。所以希望一切順順利利。前3個晚上我們住的是陶盤區，今天我們搬過來這個地方叫做塔普拉。從塔普拉站可以看到曼谷的這個金佛，好大一座，順便拜拜一下，見佛就拜，希望保佑我們申請簽證順利。Phetchaburi Station，Phetchaburi Station 2號出口轉左，然後接着往前直走 ，Chinese Visa Center 就在前面。現在我們要找點吃的，這樣子的市中心裡面，居然有一個香蕉園，太誇張了吧！寸金尺土的城市，裡面竟然有一個香蕉園。本來還在籌午餐，不知道要去哪裡吃啊，結果簽證中心旁邊，你們看一看。哇呀，人山人海，完全就是一個小市中心啊！喂，那麼大顆的肉圓子，就是這麼方便，旁邊就有一個早飯中心，都是上班族來這邊解決午餐的。哦，上班族，現在是正好是 lunch time 啊，各種各樣的小攤子。然後我們又擺了一個烏龍啊，我們出了門，在列車上面才想起忘記帶錢，然後趕緊翻錢包，然後翻一翻，其實還有幾千塊是在身上的，應該是夠的。可是午餐就要省着吃了。還在愁附近不懂會不會只有貴的餐廳嘛？因為在 Google 上面找只有一些比較貴的餐廳，什麼中東菜，什麼印度菜，結果，哎呀，天助我也！
就是一堆非常接地气的、非常亲民的价格的本地小吃。在这边100巴以内能不能搞定一餐呢？我们来试试看，应该是可以啦。哇，都是大排長龍，海南雞飯啊！有啲咩啊？豬腳飯啊，但是這樣做小飯沒有什麼人吃啊。這一盤是什麼？豬血麵。這單排長龍啊。叫了一碗这个鸡腿面，这边才50巴，有豆腐，有鸡腿、猪血，还有这些菜 free flow， 随便你拿。好，我选的这一份炸鱼黑米饭，60巴，60，看起来是很诱人的，蛮好吃，没有臭土味。还有配辣椒，哇，辣椒很香哦，辣椒很香哎，好像有某种水果在里面。哇哦，泰国的小贩都很有诚意。而且这个小贩中心里面，大多数东西都是50巴。还有这种花，不知道什么。青青的蔬菜，对不对？加工的味道，加工一熟熟的味道。那花酱一熟味道也像一熟熟的，什么东西？然后马来西亚杂菜饭，你试下拿2片鱼，你拿2片鱼看看，一定超过马币10块钱，180。这个饺子还太好吃了。用110巴就解决了2个人的午饭。我们就在预约的时间去到签证中心，整个泰国就只有曼谷和清迈有中国签证中心，因此曼谷的签证中心很大，有几十个窗口同时在处理。这一次我们递上的签证申请是以探望亲友为借口，因此需要有住在中国的人的担保，所以我们同时还附上了一位老朋友的妻子慷慨借出的中国身份证的副本，以及他签署的担保信。这是我们上一次在马来西亚申请被退回以后，职员当时教我们的方法。当时我们有根据他们教的办法，找了位老同学，借了他的中国工作证，再回去申请多一次。不过还是被退回，但是那是因为老同学的证件有效期刚好差了3天，不符合要求。简单的讲就是我运气不好。这部分的详情以后我会再说清楚哈。所以这一次在曼谷借的是另一位朋友的中国太太的身份证。感觉曼谷的职员比较熟悉业务，他再三确认我们是坐火车，是要从陆路进入中国以后，就把朋友太太的邀请函、担保信、身份证全数退回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只要把行程、入境、酒店订单都写清楚，写在一张白纸上就可以了。陆路进入的签证申请要求就是这么简单。其实这个规则就是我们早在第一次在马来西亚递交申请之前，提前2-3个月去马来西亚签证中心先询问过，当时那位职员告诉我们的申请程序。只是几个月过后，正式去到递交申请的时候，是别的职员处理就不行了，而且被问了上一集描述过的那些刁钻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一次在曼谷的文件递交总算是成功了啦。护照给了他，钱交了，然后叫我们3天后再回来拿护照。但是到时候批准不批准那是另一回事哈，还是要听天由命的。
签证申请表格终于成功递了上去，我们准备来顿大餐庆祝庆祝。这里是 Food Villa Ratchaburi。猪尾巴，烤猪尾巴，烤猪尾巴这个东西一定超级好吃哎，怎么办好？虽然刚刚那个脆皮烤猪尾巴的创意让我非常的欣赏，而且可以想象到那个口感，非常的诱人，但是没办法，整块都是肥油，还是理智一点。而且今天我们来这个 Food Villa 是冲着海鲜而来的，今天的胆固醇配额只能用在海鲜。烤生蚝2只200，烤大头虾2只1000板，烤带子2只220，生腌膏蟹1只350。现在来吃生腌的螃蟹，生腌的。满满的都是黄，这还蛮好吃的，其实是很甜的。跟他们腌的时候有放糖，所以带甜。不过其实是它的酱料的味道了。螃蟹本身没有什么味道，没有特别鲜，没有什么特别的口感，好像就是单纯的吃狗狗的东西这样。啊，龙虾来了，龙虾来了。看看像前面有店的，放进一下鸡排，声音可能有点不一样。肉质是很好，很好咬，可是好像没有虾应该有的甜味。这次不是油水新鲜的，是已经是冷藏放在冰上面的，可能那个鲜味会有一点降低。来，现在吃大头虾。大头虾呢，我觉得拿来油煎是最好吃的。反正甲壳类的海产，拿去煎呢，那壳才会煎出那个油香，是最好吃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泰国这边喜欢拿来烤，我觉得烤肯定没有那么香。我没有办法，这边没有那个煎的服务。10了1块肉，5，还是煎的比较好吃。不过这个虾吃起来还是很爽的啦。这种虾在马来语叫做乌当嘎拉，马来西亚也是有的，是泰国把它发扬光大的。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曼谷见过，他们把这种虾叫做马来西亚虾，我也不是很确定了，但是我印象中我有见过在巴萨里面，他们叫做马来西亚虾。好大一块，好，不客气了。我后来去查了一下，真的是叫马来西亚虾。原来在1961年，是在马来西亚槟城格鲁沟的渔业局，通过系统化科学研究，成功养殖了这种淡水大虾。而主导研究的其实是一位福建人，科学家林超文教授。1907年在福建漳州出生，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49年后，随中华民国政府到了台湾，接着他加入了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担任亚洲及远东地区的渔业专家。也是因为 FAO 的联合国专家身份，他在1960年代来到马来西亚，主导攻克大头虾的人工养殖技术。他的工作对世界的粮食供应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73年，66岁的林教授从 FAO 退休，定居在美国。1990年7月19日在美国去世，享年83岁。